215年，刘璋举城投降，刘备自领益州牧。至此，刘备不仅拥有荆州5郡，还掌控了益州的巴蜀之地。这时，孙权认为刘备既然已经得到了益州，那么当初借给他的南郡就应该还给江东了。那么刘备会顺利地归还荆州吗？湘水之盟又是如何签订的呢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刘备拒还荆州及湘水之盟。赤壁之战后，兵家必争之地的荆州7郡分别被曹操、刘备和孙权3家瓜分。曹操占据着荆州北部的南阳郡以及江夏郡长江以北之地，孙权则得到了江夏郡长江以南之地以及南郡，刘备则得到了荆南4郡。这时，刘备认为南郡是北伐的要塞，只有得到南郡之后才有机会北伐曹操。况且南郡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，只有得到南郡才能算得上是荆州之主。于是他便以荆南4郡不利于发展为由，2次向孙权提出索要南郡。这时鲁肃给孙权分析说，南郡毗邻曹操，如果曹操大军南下，江东便要独自面对曹操的进攻，不如扶持刘备联合抗曹。于是孙权便答应将南郡借给刘备，这样刘备便拥有了荆州5郡。215年，刘备从刘璋的手中取得了巴蜀之地，孙权便打算收回荆州的南郡，于是便派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前往成都商议。可刘备却说，荆州肯定是会还给孙权的，但是等我先拿下凉州之后，便立即归还荆州。诸葛瑾无奈，只能回去复命。孙权得知后大为恼怒，既然不肯归还，那就只能去抢回来了。于是他让鲁肃率领万余人马屯驻于益阳，以牵制关羽，让吕蒙率领2万精兵前往荆州南部，夺取长沙和零陵以及贵阳3郡。吕蒙到达后还未开打，长沙和贵阳2郡的太守便望风投降了，只有零陵太守郝普拒不投降。消息传回成都，刘备非常震惊，亲自率领5万大军从成都赶往公安城督战。他让关羽率领3万大军先去救援，关羽便率领大军前往益阳。大军出发后，他挑选了5000精兵亲自率领，准备先行渡河。鲁肃得知后，立即让甘宁率领1000人提前守住渡口，关羽不得已，只能在河对岸安营扎寨。后来这里便被称为关羽赖。得知刘备的大军已经从成都赶来，孙权也从建业出发，前往路口坐镇指挥。路口即今天湖北省嘉鱼县的鹿溪镇。他一面命令鲁肃抵抗关羽，一面给吕蒙传递紧急文书，让他放弃攻打零陵郡，立即回师支援鲁肃，共同对付关羽。此时吕蒙正在赶往零陵郡的路上，准备攻打零陵太守郝普。接到孙权的紧急文书后，他并没有给部下们公开，而是连夜召集将领，布置作战任务，并且下令天亮后便准备攻城。此时他们刚好到达陵县，即今天的衡阳市朱辉区的和平乡湖东村。他得知这里有一位郝普的好友，名叫邓玄之，于是他便把邓玄之找来，对他说，郝普想行忠义之事是可以理解的，但他恐怕还不了解现在的形势。此时刘备远在汉中，正在被夏侯渊围困，关羽则在南郡，已经被孙规打败，因此刘备大军已经是首尾不能相顾，自救都来不及，哪里还有余力营救零陵呢？反观江东，孙权已经亲自抵达南郡，过不了1天，我便会攻破零陵的城池，到时候不仅郝普自己的性命不保，连他100岁的老母也会受人诛杀，岂不痛心？我猜想他应该是没办法得到外面的信息，以为会有外援可以依靠，所以才顽抗至今的，不如你去见他，向他陈述利害。于是邓玄之便赶往零陵，将吕蒙的意思转述给了郝普。郝普听后信以为真，心中不免有些恐惧，便放弃抵抗，出城投降了吕蒙。这时吕蒙拿出孙权给他的紧急文书，让郝普观看，并且拍手大笑。郝普这才得知刘备正在赶往公安城，关羽也并未被打败，而且已经到达了益阳，只要他再坚守1天，吕蒙便会主动退走。这时他虽然已经得知自己被吕蒙给骗了，可后悔已经来不及了。就这样，吕蒙兵不血刃，拿下了零陵郡。接着他便与孙角和潘璋等人率部赶往益阳，准备与鲁肃一起迎战关羽和刘备。
至此，孙刘大战一触即发。这时，鲁肃邀请关羽单刀赴会，再次商讨归还荆州之事。他们将各自的兵马布置在100步之外，只有将领们带着单刀前来赴会。会上，鲁肃指责关羽说：“我们真心诚意地将土地借给你们，是因为你们兵败远方而来，没有立足之地。可现在你们既然已经得到了益州，就应该将荆州归还，而且只要求你们归还长沙、贵阳和零陵3郡，难道你们还不愿意吗？”关羽反驳说：“赤壁之战时，我大哥刘备亲自参战，睡不脱衣，全力攻曹，难道就徒劳无功，连一块土地都分不到吗？你现在竟然要来收取土地？”鲁肃回答说：“我当初与刘备在长坂坡会面的时候，你们连一名校尉率领的人马都抵挡不住，计穷虑急，士气低落，都准备远逃苍梧了。那时候你们能想到会有今天的成就吗？我家主公见你们没有立足之处，才将荆州借给你们，没想到刘备却自私自利，虚情假意，损坏了我们的情谊。现在他已得到了益州，还想占着荆州不还，这样的事连普通人都不忍心去做，何况他还是领军人物呢？”鲁肃话音未落，关羽属下的将领便大声地说道：“只要有仁德的人便能占有土地，哪有一家占住永远不放的道理？”鲁肃当即大声呵斥，辞色严厉。关羽对鲁肃还是非常尊重的，于是他立即拔刀怒吼属下道：“这是国家大事，你瞎说什么？”边说边给他使眼色，让他赶紧出去。就这样，双方的商谈再次不欢而散。此时，刘备的大军也已到达，双方剑拔弩张，正准备大战一番的时候，突然从北方传来了一个消息：曹操率领10万大军已经出发，准备前往汉中去攻打张鲁。这让刘备非常的担忧，一旦汉中被曹操拿下，那么益州便门户大开，曹操必定会顺势攻打益州，到时候他将面临2线作战的境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因此，此时最好的办法就是与孙权讲和，尽快赶往益州抵抗曹操。面对刘备的请和，孙权连忙召集属下商议。鲁肃等人认为，曹操雄踞北方，实属大患，孙刘两家应该互相依赖，同仇敌忾，不能因为小利而影响大局，因此应该同意与刘备议和。可吕蒙觉得应该尽快消灭关羽，以求独据长江。最后，孙权采纳了鲁肃等人的主张，继续维持孙刘联盟。而且，曹操既然已经出兵汉中，那么结束了与刘备的纷争后，便可引兵去争夺曹操在合肥的地盘。于是，双方罢兵讲和。他们商定以湘水为界，湘水以东归属于孙权，湘水以西归属于刘备，史称湘水划界，也被称之为湘水之盟。至此，孙刘联盟的这次纷争便以这样的结局收场。然而，湘水之盟只是权宜之计，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刘备和孙权之间的矛盾，这为后来关羽败走麦城留下了隐患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刘备和孙权为了争夺荆州，正准备开战的时候，曹操却率领着10万大军，准备去攻打汉中的张鲁。那么，张鲁是如何抵抗曹操的？曹操拿下汉中之后，为何不听司马懿的劝告，顺势攻打益州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曹操攻伐张鲁及司马懿献计。215年3月，曹操率领10万大军亲征张鲁。4月，大军从陈仓出发，越过大散关，前往汉中。大散关位于今天宝鸡市西南19.5公里的清江河岸，因为是周朝时期散国的关隘，因此被称为散关。它与函谷关、武关、萧关并称为关中4关，自古就是川陕咽喉、兵家必争之地。越过大散关，曹操的大军便来到了河池，即今天的甘肃省徽县。盘踞在这里的是堤王窦茂。汉武帝时期，朝廷平定西南夷，降服了白马氐族，设置武都郡。武都郡的治所设在洛邑，即今天甘肃西河县洛邑镇，氐人从此便在这里定居。到汉朝末年，武都郡周围有4大堤王，其中窦茂是兴和堤王，率领的部众有1万多人。他仰仗着地势险要，不肯归附曹操。于是曹操便派张合率领一支人马去讨伐窦茂，窦茂不敌张合，战败后被杀。接着大军继续出发，前往阳平关。阳平关在三国时期被称为阳安关，
位于宁强县西北40公里处，与古阳平关相距70公里。它南依鸡公山，北临嘉陵江，是金牛道与陈仓道的重要路口，是汉中盆地西边的门户，同时也是巴蜀通往关中的北端前沿，地势极为险要，进可攻，退可守。然而，拥有如此得天独厚地理优势的张鲁，在得知曹操的大军到达后，非常惶恐，立即准备投降曹操。可张鲁的弟弟张卫不愿意投降，极力说服张鲁抵抗曹操。于是，张鲁便派张卫和杨昂率领数万人马驻守阳平关，并且在关隘两边的崇山峻岭上筑成10余里，将曹操的大军阻挡在关前。曹操数次派遣将士们攻打，但由于阳平关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理优势，曹军一时无法攻克。几个月下来，曹军的士兵伤亡惨重，而且军粮也快耗尽了。于是曹操便打算撤军。他派夏侯惇和许褚上山，给山上的将士们传达撤军的命令，让他们赶紧撤下山来。然而，当夏侯惇和许褚上山后，才发现曹军的将领高祚等人因为夜间迷路，竟然误打误撞地闯入了张卫的别营。张卫的守军们对曹军的突然闯入大为惊慌，以为曹军的主力打过来了，没有丝毫抵抗，就慌忙弃营而逃。高祚等人便趁机占领了张卫的营寨。得知情况的夏侯惇和许褚连忙下山给曹操汇报。曹操喜出望外，立即下令停止撤退，反过来全力进攻阳平关。张卫等人抵抗不住，只能连夜逃走。据史语记载，张卫后来投降了曹军，但《后汉书》则记载张卫在此战中战败被杀。总之，阳平关已被曹操侥幸拿下，汉中便门户洞开。得知情况的张鲁再次准备投降，可公曹严普却劝告他说：“如果你现在投降，曹操肯定不会重用你，不如我们依靠巴中的杜霍和蒲胡继续抵抗，之后你再向曹操献礼称臣，这样才会得到曹操的重用。”张鲁听从了严普的计谋，准备率军前往巴中。临行前，属下的将领们准备将仓库中的宝物全部焚毁，可张鲁却说：“我们今天离开，不过是避其锋芒，将来还是要投降曹操的。这些珍宝迟早都是朝廷的，就别焚毁了。”于是他下令将所有的宝物妥善封藏，之后才率军离开。张鲁走后，曹操的大军便进入了南郑。他对张鲁把珍宝封藏的做法深表赞许，立即派人前往巴中慰问张鲁，并劝其归降。11月，张鲁率众投降，曹操任命他为镇南将军、阆中侯，10邑1万户。张鲁的5个儿子以及严普等人也被封为列侯，并让自己的儿子曹宇娶了张鲁的女儿为妻。之前马超投奔刘备的时候，他的儿子马丘则留在了汉中，曹操便将马丘交给张鲁处置，张鲁亲手将其斩杀。至此，经过7个多月的争斗，汉中终于被曹操拿下。这时，丞相主簿司马懿给曹操献计，让他趁机夺取益州。司马懿，字仲达，河内郡温县孝敬里人，即今天河南省温县人。他的高祖父司马均在汉安帝时期任征西将军，曾祖父司马良为豫章郡太守，祖父司马俊为颍川郡太守，父亲司马防为京兆尹。司马防共有8个儿子，司马懿是他的第2个儿子，自幼聪明好学，服膺儒教。201年，曹操派人征召司马懿到他府中任职，可他见东汉政权被曹操控制，不想为曹操所用，于是就借口自己有封闭症，不能上任。曹操不肯相信，派人在夜间前去打探，司马懿假装生病，躺在床上一动不动，曹操便不再强求。208年，曹操再次征召司马懿为文学院，并且对派去的使者说，如果司马懿还和以前一样躺在床上不肯接受任命，那就立即将其逮捕。司马懿得知后非常畏惧，不敢继续装病，连忙出来接受任命。从此他历任黄门侍郎、议郎、丞相东曹属以及丞相主簿等职。在此过程中，曹操发现司马懿有狼顾之相。所谓狼顾之相，是指回头看人的时候像狼一样，脸部向后而身体不动，有这种习惯的人一般都谨慎多疑，心怀不轨。因此曹操便对他心怀忌惮，
他对曹丕说：“司马懿此人不是甘为臣下之人，必然会干预我们的家事，要小心提防。”可曹丕和司马懿的关系要好，总是袒护司马懿，曹操便不再怀疑。此次征伐张鲁，司马懿也随军出征。他给曹操献计说：“刘备虽然使用诡计俘虏了刘璋，但蜀中之人并未完全归附，而且刘备此时正在兴兵争夺荆州，不在蜀地，正是攻打刘备的绝佳时机。只要我们在汉中陈兵示威，益州必然会震动不安。如果我们进兵威逼，蜀兵必然瓦解，益州便可一举而定。”可曹操却说，人最怕的就是不知足，得陇望蜀，于是并没有听从司马懿的计谋。之后，主簿刘烨也劝说曹操趁机攻打益州，否则一旦刘备率军返回，据险而守，到时候就很难征伐了。可曹操还是没有听取。过了7天之后，从蜀地投降过来的人说，蜀地人心惶惶，刘备回来后斩杀了数人，仍然不能使人心安定。曹操便问刘烨，现在可否攻打益州？刘烨回答说，现在已经失去了机会，不能进攻。于是曹操便留下夏侯渊屯汉中，他自己则带着张鲁等人准备返回邺城。那么曹操为何不趁机攻打益州？是因为他不够贪婪吗？显然不是。一方面，大军从3月出发，此时已经是11月了，仅靠汉中无法供应10万大军的粮草，如果继续攻打益州，将会面临粮草不济的问题。另外，经历长达半年有余的作战，将士们已经非常疲惫，而刘备则以逸待劳，据险而守，对曹军非常不利。之前仅仅一个阳平关就用了半年有余才侥幸拿下，前往成都的路上还要经过剑门关、扶关和绵竹关，短时间内根本攻不下来。而且就在当年的8月，孙权与刘备签订完湘水之盟后，便率领着10万大军出征合肥，准备借机夺取曹操的淮南之地。因此曹操无法两面开战，只能让夏侯渊守住汉中，他自己则率军返回，准备对付孙权。那么孙权能够拿下合肥吗？曹操走后，刘备是如何攻打汉中的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215年3月，得知曹操率领10万大军征伐汉中的张鲁、刘备和孙权被迫签订湘水之盟之后，刘备返回益州防守曹操，孙权则率领10万大军前去攻打合肥。那么合肥之战的战果如何呢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张辽威震逍遥津及孙权猝马趋津。曹操征伐汉中时，担心孙权趁机攻打合肥，于是他派护军薛悌给合肥的守将们送去一封密函，并要求他们等敌军到来之后方可打开观看。同年8月，孙权果然率领着10万大军前来围攻合肥。驻防合肥的是张辽、李典和乐进，得知孙权重兵前来，他们连忙打开曹操的密函，只见上面写道：如果孙权率军前来，张辽和李典出城迎战，乐进守城，薛悌则不得与敌人交战。此时孙权的兵力有10万之众，而合肥的守军只有7000人，可曹操却让张辽和李典出城迎敌，诸将看后都非常的疑惑。这时张辽说道：曹公此时正在征伐汉中，不可能前来救援，所以我们应该趁敌军尚未集结之前主动出击，挫败他们的锐气，以安军心，只有这样才有机会守城，成败之机就在此战，各位还有什么可疑惑的？诸将都表示赞同，于是张辽便募选了800名死士，准备第2天清晨出战。可他与李典素来不和，这也是曹操为何让他2人共同出战的缘故。张辽担心李典不肯听从于他，李典得知后感慨地说道：这是国家大事，我怎么可能因为私怨而忽略公事呢？于是当天夜里，张辽杀牛包肉犒赏将士。第2天清晨，张辽披甲持戟，率领着800名死士出城迎敌。他身先士卒，冲锋陷阵，在进入东吴营垒之前，就亲自斩杀了东吴的2员大将以及数十名士卒。之后，他大声呼喊着自己的名号，率先冲入了东吴的营垒。东吴的将士们没想到张辽会主动出击，被打得措手不及，只能匆忙迎战。结果，猛将陈武被斩杀，宋谦和徐盛身负重伤。
不多时，张辽等人便打到了孙权的帅旗之下。孙权见状，非常的惊慌，东吴将士们也不知所措，只能带着孙权逃往较高的山冢之上。结果张辽紧追不放，还大声呵斥孙权下来应战。这时孙权才发现张辽率领的只有几百人，于是他立即命令大军将其包围。原本败退的东吴军见此情形，也不再惊慌，纷纷返回围困张辽。张辽率领的仅有800人，很快他们就被包围了好几层。可张辽并不慌张，他命令属下分兵向两边突围，然后他亲自带领数十人径直向前急攻，冲出了包围圈。包围圈里还有几百人，见张辽突围成功后，大声喊道：“将军是打算舍弃我们吗？”张辽听见后再次杀入重围，东吴的将士们望风而退，不敢上前抵挡。张辽便带着所有人冲出重围，返回了合肥城。此战从清晨一直打到中午，东吴军死伤惨重，士气全无，而合肥守军则军心大振。接下来的10几天，双方便在合肥城下继续对峙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东吴的军中开始流行瘟疫。孙权见士气低落，夺城已然无望，只好下令撤军。东吴的大军有序撤退，前军已经渡过了逍遥津。逍遥津是南淝河的渡口，位于今天合肥市庐阳区寿春路。前军走后，负责断后的吕蒙、蒋钦、凌统、甘宁以及孙权的车下虎视也准备出发了。张辽登城远望，见吴军只剩下少量的精兵还在逍遥津以北，于是他立即下令追击，同时派出一队人马去拆毁桥梁，阻止已经撤退的前军赶回来救援。很快，他便率军来到了逍遥津北。孙权见状，赶紧派人去通知前军返回救援，可前军已经走远了，一时很难赶回来。剩下的将士们被吓得不知所措，士气全无，连鼓手都忘记了鸣鼓，在甘宁的呵斥下，才终于开始敲鼓。接着，甘宁和吕蒙奋勇抵抗，凌统则率领着亲卫族众300余人，拼命保护孙权撤退。当孙权逃到逍遥津渡口的时候，发现木桥早已被曹军破坏，中间1丈有余的地方已经没有了桥板，根本无法过桥。紧要关头，一个名叫古力的官员拉着孙权的马后退，然后突然用皮鞭猛抽马尾，战马嘶吼一声，便越过断桥，有惊无险地落在了河流的对岸。这时，贺齐率领着3000人马返回来接应孙权。曹军见孙权的救援赶来，便不再追击，孙权总算是逃了一劫。然而孙权逃走了，凌统则为了保护孙权，与曹军浴血奋战，300多名亲兵全部战死，他自己则身披战甲，以潜勇的方式游过了逍遥津。来不及逃脱的东吴士兵很多都被曹军给俘虏了。张辽押解着这些俘虏返回城中的时候，询问他们说，有一个紫色胡须、上身长下身短、善于骑射的人是谁？东吴的降卒们说，那是孙权。张辽不禁感叹，早知道是孙权，就应该急追，说不定就将孙权给活捉了。合肥的守军们得知后，无不大为叹恨。至此，逍遥津之战结束，张辽等人以7000守军打败了孙权的10万大军，还差点活捉了孙权。孙权登上大船后，与将领们设宴饮酒，贺齐痛哭着说道：“至尊，你身为人主，应该保持持重，今天差点就酿成大祸了。如果一旦你有不测，则如同天塌地陷啊！希望你能始终铭记今天的教训。”孙权起身答应贺齐，他一定会谨记在心的。就在这时，凌统只身一人渡河返回，其余的亲族则没有一个人活着回来。他见到孙权后，悲痛之情难以克制，不由得悲痛大哭。孙权用自己的衣袖为他擦拭眼泪，并对他说：“死的已然都死了，只要有你在，还怕没有人吗？”之后赶紧找人帮他更衣换药。曹操得知张辽等人的战况后，大为赞赏，立即拜张辽为征东将军，给李典增加了采邑300户。经此一役，张辽威震江东，只要有小孩哭泣不止，他们的父母就吓唬说：“张辽来了，张辽来了。”小孩便立马停止了哭泣。至此，孙权这边的战役彻底结束。那么，刘备争夺汉中之战能够成功吗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。汉中之战，曹操和刘备双方名将如云。刘备的5虎上将，除了关羽没有参战外，张飞、赵云、
马超、黄忠全部出战。曹操方面，夏侯渊、曹休、曹真、张合、徐晃、郭淮等将领也全部上阵。定军山之战更是被影视、文学、戏剧等作品描绘得精彩绝伦。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黄忠痛斩夏侯渊及刘备自称汉中王。215年7月，曹军攻破阳平关，汉中已无险可守，张鲁便在严普的建议下前往了巴中。这时，黄权连忙给刘备进言说，如果失去汉中，3巴之地便会受到威胁，对于益州来说，就如同割去了大腿和臂膀一样。为今之计，只有迎接张鲁，方能解除汉中之忧。于是，刘备便以黄权为护军，前往巴中迎接张鲁。然而，等他到达巴中的时候，张鲁早已投降曹操，回到了南郑。11月，张鲁向曹操投降之后，曹操留下夏侯渊和张合等人镇守汉中，他自己则率领大军返回了邺城。曹操走后，张合数次率军进犯巴西郡，准备将巴西郡的百姓迁往汉中。夏侯渊则前去攻打武都郡的低羌部落，并缴获了谷物10余万户。面对曹军的不断侵扰，刘备派遣张飞前往阆中驻扎，迎击张合。张飞到达后，与张合对峙了50多天，之后他率领1万精兵，从小路主动进攻驻扎在砀渠的张合。张合率兵迎击，双方在瓦口展开激战。然而，由于山路狭窄，张合的前军和后军无法相互驰援，被张飞大败。张合仅率领10余名部下放弃战马，徒步爬山逃回了南郑。巴西郡自此获得了安定。这时，法正给刘备献计说，曹操降服张鲁之后，并没有继续攻打益州，一定是邺城内部出现了变故，他才只能留下夏侯渊和张合等人镇守汉中，他自己则不得不亲自返回邺城。然而，夏侯渊和张合等人不足以守住汉中，我们应该立即发兵夺取，这样上可以讨伐国贼，尊崇汉室；中可以蚕食雍凉2州，开拓国境；下可以固守要害，计划长远。这是天助良机，切不可失。刘备听后深表赞同，决定亲率大军攻打汉中。217年10月，他派马超、张飞、吴兰、雷同等将领率先出发，前往下边屯守，以牵制曹军的主力来源。下边即今天的甘肃省成县，他自己则亲率主力前往阳平关。曹操得知后，立即派遣曹洪、曹休和曹真率军支援汉中，其中曹洪是曹操的堂弟，曹休是曹操的侄子，曹真则是曹操的养子。218年3月，曹洪等人率军抵达了下边附近。此时驻守下边的是吴兰，张飞和马超则屯驻于固山，并且放出风声，他们准备切断曹军的后路。曹洪得知后，连忙与诸将商议，结果大多数将领都对继续进军表现出犹豫不决的态度。这时，曹休起身说道：“如果敌人真的想切断我军粮道，不应该是暗中设伏、隐蔽行动吗？可现在他们不仅不隐蔽，还大张旗鼓地让我们知道其作战计划，只能说明他们是虚张声势，使用疑兵之计。所以，我军应该趁敌人尚未集结完毕之前，尽快攻打吴兰。只要吴兰被击败，张飞的疑兵便毫无意义，只能自行退走。”曹洪听取了曹休的建议，立即发兵攻打吴兰。结果，吴兰的部将任奎战死，吴兰则战败后逃走。吴兰败退后，张飞和马超的疑兵果然失去意义，只能跟着撤走了。曹洪的援军便顺利地进入了汉中。吴兰一直逃到阴平郡氐人的部落，结果被氐人首领强端给斩杀了，并将首级送给了曹操。因此，乌兰是被氐人杀害，并不是《三国演义》里被曹彰斩杀的，因为汉中之战曹彰压根就没有参战。就这样，张飞和马超等人以失败告终。7月，刘备亲率大军到达了阳平关，夏侯渊率领着张合等将领早已在这里等候了。同时，他还派徐晃率军前往马鸣阁驻守，紧盯刘备的侧翼。于是，刘备在攻打阳平关之前，派遣部将陈氏等将领，率领着10几个营的士卒前去攻打徐晃，结果却被徐晃大败。由于山路狭窄，蜀军无路可逃，很多人只能自投山谷，死伤无数。
与此同时，张合已经率领大军到达广石，与刘备展开了激战，结果刘备无法取胜，双方只能在城下展开对峙，一直到当年年底，刘备都没有将阳平关攻破。不得已，刘备只能派人前往成都，让诸葛亮继续给汉中增兵。可诸葛亮有些犹豫，连忙召来杨洪商议。杨洪表示，汉中是益州的咽喉，没有汉中就没有蜀地，这是家门口的祸患，哪怕让男子参战，女子运送粮草都不为过，这有什么可疑虑的呢？诸葛亮听后恍然大悟，立即听从杨洪的建议，给刘备增兵。219年正月，刘备佯装从阳平关撤军，实际上却从南边的沔水渡河前往定军山，并在这里扎营。夏侯渊得知后，连忙率军前来迎击，他自己驻守在南围路角，让张合驻守在东围路角。这时，法正给刘备献计，让他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猛攻张合，这样夏侯渊必然赶来救援，到时候便可趁机攻打夏侯渊。刘备听从了法正的计谋，将万余精兵分为了10部，轮番进攻东围路角。张合身先士卒，率领亲兵奋勇抵抗。然而，由于刘备的兵力太多，久战之下，张合军逐渐出现颓势，快要抵抗不住了。夏侯渊见状，连忙分出半数的兵力前去支援张合。这时，刘备派人前往走马谷，放火焚烧夏侯渊大营的鹿角。夏侯渊得知后，连忙率领着400精兵前去救火，修补鹿角。而此时，负责牵制夏侯渊的是老将黄忠，他居高临下窥视着夏侯渊的动静，见夏侯渊的兵力被调走了一半，此时又率领少量精兵准备去灭火，觉得时机已然成熟，于是立即率军向山下冲锋，与夏侯渊的精兵展开厮杀。结果夏侯渊的兵力太少，不是黄忠的对手，他本人也被黄忠给斩杀了。至此，曹军的主帅被杀，变得群龙无首，将士们慌乱不堪，开始各自逃散。夏侯渊的司马郭淮以及督军杜袭连忙收敛散卒，并且召集将领们说道：“张合将军是国家名将，连刘备都忌惮于他，现在形势紧迫，只有在张将军的指挥下，才能安定军心。”于是众人便推举张合出任主帅，军心才再次稳定了下来。此战过后，刘备认为曹军新败，只要渡过汉水前往新郑，他便可以坐镇汉中了。这时，郭淮的部下们见刘备率军前来，便对郭淮说：“现在敌众我寡，根本无法匹敌，所以我们应该在汉水边上扎营列阵，阻挡蜀军过河。”可郭淮认为，如果那样做，便是向刘备示弱，更加抵挡不住。因此，我们应该远离汉水列阵，趁刘备大军渡河渡到一半的时候，再突然出击，方可取胜。于是他主动率军后撤，然后远离汉水扎营。刘备率军到达汉水边上的时候，不敢贸然出击，只能在汉水边与曹军对峙。此时，曹操得知夏侯渊被杀的消息后，大为震惊，亲率大军赶往汉中救援。3月，大军到达阳平关。刘备得知后，立即在山上扎营，据险而守，与曹操展开对峙。然而，曹操此次前来，准备了数千万囊粮草，囤放在北山之上，准备与刘备打消耗战。得知情况的黄忠给赵云建议，应该趁机夺取这批军粮。于是，赵云便授予黄忠兵力，约定期限，让他率军前往北山。然而，约定的时间已过，却不见黄忠返回。赵云便带领着数十骑前去打探消息，可走到半路的时候，却遇到了曹操派出的大军，赵云只能且战且退，一直退到了自己的营寨。此时，张翼正在防守营寨，见曹操的大军杀来，准备闭门拒守，可赵云却命令他大开营门，并且让所有的士兵偃旗息鼓。曹军见状，怀疑赵云设有伏兵，不敢贸然进攻，只能引军退走。这时，赵云下令擂鼓，顿时间鼓声震天，杀声四起。赵云率领守军倾巢出击，曹军被打得措手不及，只能夺路而逃。然而，由于山路狭窄，逃跑的士兵自相践踏，坠入汉水之中，淹死者不计其数。经此一役，曹军锐气大减，而且曹操发现军营里已经开始怨声载道了，逃亡的士兵也越来越多，再加上已经到了5月份，汉中大雨连绵，雨季如期而至，不得已，
曹操只能命令各路人马陆续撤出汉中。曹军走后，刘备便迅速地平定了汉中全境。至此，持续了4年之久的汉中之战，最终以刘备的胜利而告终。同年7月，以马超为首的120余名蜀汉官员联名上书，立汉中王上表汉帝，劝刘备进位为汉中王。于是，刘备自称为汉中王，封刘禅为太子。从此，他便占据汉中，扼守巴蜀的咽喉之地，使曹操不敢轻易再来进攻巴蜀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